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互联网公司谷歌 Google、淡马锡 Temasek 和咨询公司贝恩 Bain 11月11日联合发布的2025年东南亚数码经济报告显示，今年东南亚数码经济的总营收预计将增至990亿美元，同比增幅 14%。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传统电商，也不是支付服务，而是视频电商 Video Commerce。 这份报告由 Google、淡马锡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象征的不仅是市场信心，更是战略布局。三大机构的亚太总部都设在新加坡，这一点非常关键。它意味着无论是资金流、数据流，还是技术创新的知识流，整个东南亚数码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实都在新加坡。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经济盛宴的最大赢家到底是谁？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新加坡为什么常常能成为这片蓝海的灯塔？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了。首先来看报告指出，东南亚视频电商的成交额在过去3年增长了5倍，预计未来2年将占整个电商交易的1/4。从印尼的 TikTok Shop、越南的 Shopee Live 到菲律宾的 Lazada Live， 甚至 Grab 的短视频电商试验，都在抢占用户时间与流量入口。视频电商的本质是一种 AI 加内容加交易的融合创新，用户不再是搜索产品，而是在沉浸内容中被算法精准引导，从看到到下单的路径被大幅缩短。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数百万中小企业和创作者的数字微创业浪潮。在过去1年，东南亚新增超过300万家线上卖家，其中大部分依赖直播带货完成首笔销售。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的平台与投资力量扮演了核心角色。Shopee 总部在新加坡， Grab 的数字广告体系在新加坡，甚至 TikTok 在亚太区的政策沟通与数据合规中心也设在新加坡。可以说，这场视频电商革命的后台运营指挥中心正是由新加坡的科技与金融系统支撑起来的。视频电商之所以能爆发，根本动力来自于 AI 的普及。报告显示，东南亚民众对 AI 相关技术的兴趣是全球平均的3倍。从自动翻译内容生成到智能推荐与客服机器人， AI 正悄悄改变人们的购物行为。但东南亚的 AI 电商模式并不照搬中国，它更强调跨语言、跨文化的中介功能。比如 AI 即时翻译让印尼用户能看懂越南卖家的直播，语音识别帮助泰国商家服务马来消费者，视觉 AI 自动识别产品特征并生成多语言广告。这种以 AI 为底层语言桥梁的电商生态，恰好契合东南亚多语多文化的市场特征。新加坡 IMDA 与 MAS 推动的可信 AI 框架，为整个区域的 AI 应用确立了伦理与监管边界。因此 AI 不仅推动消费升级，更为新加坡建立了新的数字信任体系，这让新加坡在区域 AI 供应链中拥有了无法取代的地位。当我们把视野拉远，会发现东南亚的这场数码经济热潮其实是亚细安数字一体化战略的加速结果。ASEAN 正在推进数字经济框架协议 DEFA， 要在2025年前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统一 QR 支付标准以及 AI 治理合作。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协定，实际上正在搭建一张跨国数字供应链。新加坡在这张网络中的角色极为关键，它是监管法律的中枢，是资本与创新的总部，更是 AI 与数据人才的训练营。未来区域电商、数字金融、物流与 AI 安全系统都将依托新加坡的制度优势与技术标准。可以说，东南亚3900亿元的数码经济并不是孤立增长，而是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一种区域共生。从交易驱动转向智能驱动，从平台竞争走向生态协同，新加坡正在用科技资本与制度悄悄锁定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命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么，屏幕前的你有想过做视频电商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